佛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啊！佛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啊！所以下次去庙里上香，记得说啊，未来的自己你好啊，过去的自己跟你请安啊。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其实没有讲错一句话，我没有讲错一句话。你以为神真的是神啊？对的，他当真的是神啊。你以为佛真的是佛？对，他是佛，可是他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呀。我们未来的自己成了佛了，内在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神通具足了，而他们进入了，你可以说第五空间或第六空间。而当他们进入第五、第六空间，他们可以回过头来 reach， 触及到那还在过去轮回转世当中打滚的芸芸众生啊！各位，原来我们就是那未来已经成了佛的自己的过去的自己。就好像如果我今天这样讲，啊，学师今年54岁，54岁，我再回去我小学的自己，各位，如果今天假设我坐时光机回去，看到在小学操场在玩球的自己，我会怎么跟他说话？来，你们想想看，假设你们每个人都坐时光机回去小学时候的自己，然后跟他相遇在操场。那你会怎么跟他说话？我会跟他说：“小朋友，你放心，你的未来一切都会很好。”叫 All is well。还有，不要有太大的考试压力。少1、2分，不要太难过。反正你的未来会很好，明白了没有？还有，我会跟他讲，偶尔翘课一下没关系。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各位懂了没有？就如果我说我今天的自己，我对我过去小学的自己、国中的自己、高中的自己，对不起，其实我就像佛一样的，我知道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明白了吗？我知道小时候的自己的过去，还有他的现在跟他的未来，是我嘛？我就是他的三位一体。过去、现在、未来，就像我未来的自己是我的三位一体，我未来的自己知道我的过去，因为我过去是他的过去嘛，我的现在就是他的过去嘛，那我的未来也是他的什么？过去啊，这样简不简单？对于我未来的自己，我的过去是我们俩共同的过去嘛？比如10年后的我，那今天的我，对于10年后的我，是不是也是他的过去？那我从现在到10年后的我的这10年，是不是也是他的过去？所以他是不是我的三位一体？是啊。对。好，就像我刚讲，我现在的自己，如果回去跟小学的我说话，也许我会告诉他，举例啦，我并没有这样子啊，我告诉你5年后你父母会离婚。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你还是好好的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来，明白了吗？也许你告诉他，你不要难过，20岁的你会搬家，25岁的你也许奶奶会过世，可是你都会走过这些东西。我是你未来的自己，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为什么要跟各位讲当下最重要？你当下的自己过得好了，你就成为过去的自己的光。好，我再回到讲心理治疗里面的所谓的创伤。来，很多心理治疗派别都不够就近，都不够就近。我甚至告诉各位，今天我讲的东西非常有趣。学师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的你 all is well， 今天的你很健康、很强壮，心态很平衡。来，学师告诉各位，你过去的创伤，就算不处理，都会被处理。
因为你今天过得很好。就像我举例来讲，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当年欺负你的那个人，假设现在他过得既不快乐又不健康，请问你现在还有什么创伤吗？没有了，你没有创伤了。是啊，就像我当年也曾经霸凌过同学，因为我小时候小学5年级真的高这么大了，我从小学5年级之后就没有再长高了，所以从小学5年级到基本上国2、国3，我有一段时间会霸凌同学，我现在还常常真挚的自我忏悔。而且有时候开同学会，过去被我霸凌的同学来开同学会了，我一靠近他想跟他打招呼，就说林同学你好。我的同学看到我今天长那个样子都原谅了，然后他们就这样下看着我，许先生，还记得以前霸凌我吗？我告诉你，我现在都原谅你了。好了，这是一个笑话。所以学习的意思是说，今天当然你可以去回顾过去的创伤，性的猥亵、性侵也可以，被霸凌也可以，过去家里吵吵闹闹，或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今天的你不快乐，过得不好，充满了负向能量，笑死人！你怎么去疗愈过去的创伤？你今天创伤都比过去大，听懂了吗？你凭什么成为过去自己的光？各位，你带衰人家都来不及啊！你黑暗比较多吧？明白了没有？对不对？当你们掉入一种心理治疗的陷阱，好像每个人都要回去处理过去的创伤。各位，没有错，这东西 OK。可是，如果你今天的自己没有先成为一道光，你怎么去处理过去的创伤？你都是人家过去自己未来的创伤嘞。真是，谁给人我办给赛鱼啊？你听懂了吗？你怎么去拯救过去的自己？你说你过去小时候被欺负，过去的创伤，对，创伤不在过去，在现在啊。创伤不在过去，在现在啊。你今天要去疗愈你的过去，你要处理创伤的记忆。首先你自己现在得成为一道光啊！所以在世心法的治疗，首重 here and now， 当下。你唯有透过当下是威力之点，唯有透过当下的信念的改变，让你今天的自己得丰盛，得健康，得幸福，得喜悦，得成功。各位，你才能够去疗愈你过去的伤啊！如果我现在搞了半天很负面、很忧郁、很沮丧，不要说我去拯救我的过去的自己了，我都拖累我过去的自己啊！然后过去的自己就嘲笑我，你看，原来你是我未来的自己，我看你也不怎样啊。然后过去的自己还会说一句话：我看我是你过去的自己，我都比你快乐。你看你未来，你看你的未来，对，你的未来就是你现在啊。你们现在就是你们过去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是人家怎么样未来的自己？来啊，你就问了，我是我过去自己的什么样未来的自己啊？所以，像各位知道赛斯心法的威力之点在哪里了吗？赛斯心法的威力之点就在现在。你们唯有在你们现在的人生当中，把自己过得平安，过得幸福，怎么样去除负面的信念，然后你自动的、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你过去自己的那道光。
好，比如说徐是现在，其实我可以说我很骄傲的，我是我过去自己的光，因为有了我的存在，我过去的自己面出的辛苦也好，我过去的自己的恋爱的失败也好，我过去自己的所有的暗夜的哭泣也好，我今天的自己可以大声的告诉他，亲爱的，没有问题，你一切都很好，因为我是你未来的自己，所有你的受苦都会结束，所有你过去的灾难都会结束，因为我是你未来引导你生命中前进的那道光。好，所以各位学生第二要讲，你们要开始成为你过去自己的光。来，有没有？来，大家跟我念一遍好了。我要成为过去自己的那道光。对，你们要对自己说哦，你要成为过去自己的那道光，在岁月中过去的你。因为以时空连续来讲，仿佛你的过去结束了，但是各位并没有。从潜意识的角度，从相对论的角度，从再次心法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角度，你的过去并没有结束，它始终都在，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你今天要发愿，要发誓，我要让自己过得丰盛、健康、幸福、喜悦、成功。然后我要成为我过去自己的那道光。各位，这是你们要给自己的承诺，就是再次心法的当下是威力支点的概念。来，记起来了吗？好，那就是你对自己的责任，你对自己的责任。OK， 好来，接下来讲下一个，让未来的你成为今天引导跟温暖你的那道光。感动哦，学习的演讲永远不一样啊！你们听懂哦？对啊，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学习不会有2场一样的演讲，我不会有2场一样的演讲。对，好，你们就算从北追到南，从台湾追到海外，也不会一样。对啊，学习的下一个概念，你如何让未来的你成为今天的你的那道光？什么光？温暖你当下这个自己的那道光，引领你当下自己的那道光。来，为什么呢？先喝个水。因为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吗？我说今天的你要变成过去自己的光嘛，今天的你要用今天你的健康、丰盛、幸福、喜悦、成功来作为引导过去自己的那道光。那同学就会跟我说啦，那学习万一我今天不丰盛呢？我今天不健康呢？我今天看起来还在吃抗忧郁的药啊，我不幸福，我不喜悦，我不成功，那我怎么办？我不是就没救了吗？各位，很抱歉，你没有得救了。我刚讲，只有打不开的心门，没有穿不透的光。所以各位，你有得救了。为什么？因为有未来的你。因为有未来的你。因为有未来的你。所以，不管是在这一世的未来的你，
好，等一下我会讲转世，我刚刚讲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前世。好，等一下徐师要讲穿越，讲穿越，好，各位就穿越剧嘛哈。之前《步步惊心》里面的那个洛西有没有？还有很多大陆的穿越剧。好，从古代穿到现在，现在穿到古代。好，还有很多的平行时空，我讲穿越剧。好，那今天的你，如果不快乐、不健康，很没有自信心，来，各位，徐师刚讲了，第一个，10年后、20年后的你呢？好，先讲此生。今天假设你现在50岁，好，我们假设80岁的你。来，请问到了80岁的你，你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他的过去。来，我姑且不论80岁的你是否健康，是否丰盛，是否成功，是否快乐，是否幸福，至少他度过了这30年，至少这30年的灾难或苦难也过去了吧？我们先不讲好的，至少坏的结束了吧？他至少是你已经过了种种灾难的自己，至少他可以回过头跟你说，过去的自己啊，不要怕，我是你未来的自己，你所有的灾难也都结束了。好，所以各位仔细听喽，我要各位做一个动作，好，练习肺活量。练习肺活量啊，所以清晨做这个动作很难啊。练习肺活量不是啦，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把心门打开，把当下的自己的心门打开。打开要干嘛？让未来的自己，至少第一个走过你今天所有困境灾难的自己。第二个，我们假设未来的你是慢慢的迈向丰盛、健康、幸福、喜悦、成功。那么，来，我们再回到时空的同时性，我们再回到了第5空间，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在黑洞里面，或是你们要讲复仇者联盟里面的量子场、量子领域。或是佛家讲的过去、现在、未来3世皆不可得，还是赛斯心法里面所说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一个广阔的现在。那么未来的你，它变成了今天引导你的那一道光。各位，当你现在沮丧、悲伤、难过、痛苦，当然你可以上教堂、上佛寺都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学习告诉各位，你不要忘记做刚才我教大家的动作，把心门打开。各位，因为未来的你是如此明确的存在，你为什么不让未来的你成为引导你今天自己的那道光呢？各位，因为我们从来不相信自己，你宁愿相信权威，你宁愿相信科学家，你甚至宁愿相信逻辑思考，你也不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也不相信你的直觉，来，对不对？而赛斯心法真正的教导，就是让各位回来信任你自己。但是这个自己不见得是你当下的自己哦。我刚讲的这个自己包含了你未来的自己，那走过了你今天种种灾难的自己。比如说今天的我，比如说你问群师，今天的你有压力吗？有烦恼吗？我就会说，有我们这个基金会越玩会越大，这个美国也要买坡屋，台湾要盖赛斯天堂 ，BOT，
没有那个才是讲堂，到底会怎样呢？因为那些东西对我来讲都还没有发生嘛，对不对？未来到底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都还没有发生啊。那现在的我会有一些彷徨，有些孤单，有些寂寞，有些无助，对不对？好，那如果30年后的我，他有个什么心理上的优势？来，我表演一下哈。来，这是现在的我，这是30年后的我。对，他就会笑得很开心。为什么？你是在担心什么？就像我现在去想30年前的自己，我现在在自己没有30年前在这边，对不对？好，我跳到30年后，你是在担心个屁啊！各位，如果去回想30年前的自己，好，当时我20几岁、23、24岁，你在担心什么？你未来很好啊，白白胖胖的还能走能跳啊，各位。然后我回到30年后的自己，笑死人了！你现在在担心什么？一切都很好啊，就各位回想，假设，打开你的心，让走过这30年岁月的未来的你，把光照进来，就好像你今天可以把光照进去过去的自己，你可以告诉他 "All is well"， 你可以告诉他没有问题，你可以告诉他所有的苦难到今天都结束了，你可以告诉他你今天一切安好，你可以把今天的自己变成光，照进过去苦难、受到创伤的，甚至家庭暴力的自己。同样的，你今天的自己为什么不能收到未来自己照来的光？既然你可以照进去过去，你未来的自己能不能照进去现在？可以啊，各位，所以我刚刚讲的，把心打开。好，如果你们害怕往生的人，害怕将来老病死的人，很简单啊，你就用往生后的自己回来看啊。我是你未来的自己，我已经往生完了，你不要再害怕往生了。或是我是你未来离完婚的自己，我告诉你，离完婚之后快乐多了，自由多了，你在那边哭个屁啊！对不起，讲话稍微粗鲁一点，各位听懂了吗？当你未来的自己变成一道温暖的光照进来，各位，你当下的自己其实就有了依归，就不至于迷失。就像圣经上讲的，在幽暗的这个深谷里面，有一道光在带领你们。来，爵士在讲转世。好，虽然我们现在有意识的层面，并不记得自己转世的记忆，但是各位，那是你有意识的自己呀。你内在多重人格的自己，你内在的潜意识，包含你的内我，知道你所有的转世啊。各位，虽然你有意识的自己没有过去转世自己的具体记忆，可是我开个玩笑，你觉得为什么这辈子你那么会做菜？你觉得这辈子为什么你木工一做就会？你觉得这辈子为什么你英文那么好？你觉得这辈子为什么监督主任讲起话来字正腔圆的就是那种天生适合当广播人才的？各位，再次讲一句话啊，我们今天所有的才能，所有的你的独特之处，不是只有你这辈子的努力耶，它也包含了过去所有转世的你的经验、学习跟智慧耶。各位，所以对于你过去在地球上转世的自己，你就是他的光啊，你就是他的光啊。甚至透过这道光，你都还能够去照进了过去转世的自己的生命经验啊。各位，你就是你未来，你就是未来的自己，你可以看见
过去的自己，虽然你现在没有意识的记忆，可是有一天你都会有，你放心。好，学师跟各位保证，当你在物质实相的最后一世轮回，你会记起你所有的转世，然后你也会变成过去自己的那道光。所以再次说，好，在早期课第7，好，里面有一篇，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篇，就是赛斯对着高中生16岁的孩子演讲的一篇演讲稿。他告诉那群高2的学生，16岁，他说：“你们这一辈子就是尽其所能的发挥你们最大的能力。你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此生当中，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满意，你对大人的世界不满意，你要改变的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对未来的期待。你要改变的是你的心态。各位，抱怨没有用。多少人抱怨着过去父母的世界，等你真的变成大人了，你有改变什么吗？多少人在抱怨？比如说我这样讲，好，青少年的我，真的也是愤世嫉俗啊！因为我们当年都是愤青嘛，愤青，脸上很多大便的青年，愤世嫉俗的年轻人，觉得大人的世界充满了虚假，充满了虚伪，就是世界，不要讲很烂，实在一点都不完美。来，各位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还有热情，还有理想的自己，那个年轻的自己看父母有多不顺眼啊？对，觉得你们怎么那么幼稚不成熟，又幼稚又虚伪，彼此又爱吵架。来，各位做一个治疗师，我常问我的个案，请问你今天跟以前的父母有哪里不一样？你到底哪里变了？各位听懂了吗？假设我们曾经是年轻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很不满意。各位不要说以前不满，现在都还很不满啊。我们的愤青都还在啊。那再次说一句话，那请问你们长大之后，你们改变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各位，批评别人永远是容易的，指责我们的父母亲永远是容易的。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亲，我们要问自己：有不同吗？有不同吗？当我们是成年人，当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主力部队，我们跟过去掌管这个世界的成年人有不一样吗？来，这是赛斯要我们去问我们自己的哦。好，赛斯说，你要发展你所有的潜能，你要对你自己的存在负起责任，而且这个责任对不是你所知道的自己而已。来，仔细听，因为你不是只为了这一辈子的自己而活。仔细听哦，你不是为了你自己这一辈子的自己而活而已哦，你也在为5岁的自己而活，15岁的自己而活，25岁的自己而活，对不对？因为你是他的未来啊。难道你5岁、15岁的时候没有未来吗？来，我再讲远一点，请问你有没有要为你下辈子的自己而活？如果我们承认轮回转世，他轮回转世投胎不是变成你吗？这你不是他的下一世吗？那我们常讲如果有下一世，我应该怎么样？我可能不一样，我会怎么样？有没有？就像很多印度人啊，每次在烧香拜佛，然后祈祷下一世啊，很多这东方宗教也是啊，我希望下辈子怎么样，下辈子怎么样？来，各位，你就是你的下辈子啦。来，醒过来了没有？你今天这一世就是你上一辈子的下辈子啦。你还在找下辈子，你在找什么啊？那懂了没有？你就是你之前所有几十世，甚至有些多了几百世的自己的什么下辈子，你还在下辈子，你找死啊！你就是你下辈子的自己啦。
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下辈子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如果再来一次，我就会把英文练好。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对，某个角度你没有下辈子啦，你今天就是过去自己的什么？下一辈子，来，没错吧？来，谁反对的？你不可能反对嘛，因为事实是这样子嘛。好了，各位亲爱的，下辈子的事情，所以你以为你只是为这辈子的自己而活吗？你以为你只是从出生开始到现在吗？对，好了，其实这样有点了悟了。为什么我这辈子这么奋斗不懈好呢？为什么？徐师这辈子，好像摩顶房总一样，或叫金顶电池。那个猴子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的潜意识知道，我不是为这一世而活，我是在为所有我曾经在地球上转世的每一世的自己而活，因为我是他们的下一世，我踩在他们每一世的生死上面，我踩在他们每一世的生命经验上面，所以我这一世不是在成就我自己，是在成就我生生世世的过去的自己。你讲得大声一点吗？各位，我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在成就我这一辈子的自己，所以我有点明白为什么我这一世会是这个奇怪的样子，好像躁郁症一样。我有点明白了，因为我不是为了这辈子的自己。我开个玩笑，这辈子的自己我干嘛啊？我家境虽然穷，也还 OK 啊。我父母虽然学历不高，也有房子，也有车子啊。我这辈子也算是清白人家从小这个被疼爱长大的小孩啊。不然他自己也算聪明，也算努力啊，就后来也当了医生啊。那我这辈子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从接触赛斯心法之后到现在30-40年，始终如一，始终如一？各位，我今天明白了，原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这一辈子，原来，我不能讲背负，但是我现在用背负这两个字，原来我背负了我自己生生世世对我未来的自己的期望。因为我这辈子不是在成就我这一世的自己，我是在成就所有过去每一次转世的自己，他终于走到了今天。而我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错过了，我绝对不再浪费生命，我绝对怎么样听我内心的声音，怎么样做到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各位，除此之外，我无法解释我这一生。开个玩笑，好好的日子不过。对，其实我一切都是具足的，可是就是莫名的理由，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原来我不是在满足我自己，我是在满足我所有地球上每一个转世的自己。其实有点顿悟了，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在讲未来，我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未来我们已经成了佛的自己。赛斯说过，他是鲁伯的第6个自己。以时间来讲，他可能是鲁伯几百亿年后的自己，而赛斯回来度他过去的自己。赛斯就是鲁伯的未来佛，所以赛斯说他不是赛斯，他是鲁伯的未来佛，而他代表了所有人类的未来佛。但是你不是要去追求赛斯，你是在追求你自己的什么未来佛？所以一样把这个手势打开，把心打开，让你未来的自己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穿越过来。只有没有打开的心门，没有穿越不过来的光。原来我们所有的宗教，各位，原来佛教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佛不是别人，你拜的就是自己，心外无佛。你知道你是在拜佛，还是在拜自信的未来佛？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还是你们学了一辈子的佛，通通学错了？因为你们实在学佛，你们没有把心打开，你们没有容许未来的自己，容许你内在潜意识里面直觉的自己，内在所有的知识、智慧具足的自己，穿越到你的今天，让那道光，第5次元的光穿越到今天。你没有，你没有，各位。所以来，学习要做结论，让你自己成为温暖自己的那道光。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自己是那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具足的未来佛的你。那已经穿透了生生世世的轮回，已经脱离了轮回，已经成为那通透的智慧的你，它成为了你的未来的光，而你是他过去的自己，他心心念念的爱着你，他心心念念着你的一切，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而在时空当中，他穿越了无数的时空，来到当下，来告诉你，各位亲爱的，打开你的心，带着觉知进入你的梦境，相信你内在的声音，相信那内在的爱的冲动，让未来的你引领你走过所有人生的痛苦，面对所有的挑战，而他会告诉你 ，All is well， 一切都会很好。这就是徐师接触到再次心法的心情，而今天把这个心情告诉各位，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